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下，在最新的玛雅2024版本中更新了哪些非常有用的功能。首先，我们来说下建模部分，重新拓扑更新。首先是常规模型的拓扑，我们对比玛雅2020和玛雅2024，在相同面数和容差的前提下，很显然，玛雅2024的拓扑结果要更出色。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外形，而且布线也十分规范合理。接着是对称拓扑，以前可能是在 ZBrush 中完成的，但是现在玛雅2024中加入了这个功能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称拓扑的效果和 ZBrush 是不相上下的。接着就是激活更新，在以前激活的对象只有一个，现在我们能同时激活多个对象。配合四边形绘制工具，我们能快速在多个独立对象表面之间精确地建立连接面，这在制作衣服、配饰等方面非常有用。然后是平滑更新，此次增加了一个取消平滑。对于常规的高细分模型，只要我们没有删除模型的历史记录，我们可以在它的平滑记录中直接调节它的细分级别。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模型历史记录已经被清除的前提下，想要恢复到一个低细分的网格状态，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取消平滑，非常方便。那么关于建模更新，还有布尔方法的改进以及一些小功能的优化，大家感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。接下来让我们转向动画部分。首先我们来看下曲线图编辑器的更新，曲线雕刻工具包括抓取、平滑、涂抹3个功能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更为直观地塑造曲线外形。我们可以在不简化曲线不删帧的情况下，快速获得曲线平滑效果。在动捕广泛应用的今天，修复动捕的时候，这些工具用起来就非常舒服了。关于动画部分，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移除关键帧功能的更新。第一个，移除未吸附的关键帧，我们只要选中帧范围，就能移除虚线表示的小数点关键帧。第二个，移除当前帧之前的帧，我们在任意帧执行它，就可以删除此帧之前的所有关键帧。同理，这第三个则是删除此帧之后的所有关键帧。第四个，移除选择范围之外的关键帧。我们只要选择需要保留的帧范围，那么范围前后的帧都会被清除。第五个，移除涟漪帧。这个可能不太好理解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我们选择一个范围内关键帧的时候，范围内除了结束的这帧不会被删除，其他的帧会被直接切掉，然后自动向前缩进。第六个，删除冗余帧。所谓冗余帧，也就是重复多余的帧，就比如这种连续不发生数值变化的关键帧，中间部分就是多余的。现在我们可以一键把它们清除掉，非常方便。接着我们来看下蒙皮绑定的部分，新增可视化数字权重。我们进入绘制权重以后，在权重可视化下勾选显示数字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骨骼对应的每个点的权重数据，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它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。然后是蒙皮簇的更新，现在同一个模型上可以有多个蒙皮簇。在以前，只要模型绑定了骨架之后，是不能进行2次蒙皮的，我们只能通过添加影响绘制权重的方式来实现多层控制。例如，我们使用这2个骨骼来控制球体，我们在使用第一个骨骼蒙皮之后，我还可以使用第2个骨骼来蒙皮。蒙皮的时候，它会提示是否创建另一个蒙皮簇。那么现在我们的模型属性就具有2个蒙皮历史记录。我们可以看到2根骨骼控制模型是互不干涉的。如果我们正在手动绑定面部，或者需要多种控制相结合，这个功能无疑是非常棒的。接着是旋转排序功能的更新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有效避免旋转的万向锁定。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即使 pose 和结束 pose 是对的，但是中间的过渡动画却是错的。这个时候，过滤曲线和重新 K 帧也一定程度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问题。但是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旋转排序功能，我们可以看到对应时间帧上万向锁定的概率是多少，百分比越大，锁定的概率就越大。针对我们这样的情况，就选择概率最大的，点击应用，这样我们的这个动画过渡问题就得到解决了。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个关节样式的更新，它增加了一个关节单独显示的更新。如果我们经常用到子关节绑定，这个功能是非常棒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更新了角色模板、包裹变形的全局优化、动画性能的优化、时间滑块的重新设计，以及流体材质的更新等等。这些我们做一个简单了解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